习近平为了在明年的21大连任开启他的第4任期，现在的一些做法明显是病态了。现在都开始查过去的出入境记录了，这玩意儿谁经得住查呢？老百姓更不敢出国了。问题是这留学生恐怕也不敢回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8月7号。今天早上呢，我看到一个帖子，说现在有些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倒查10年，就是2016到现在你的出入境记录，而且特别要写明去了哪些国家，跟谁去了，见了什么人，有什么亲戚没有，海外关系一并上交。那结果你的护照再也拿不到了。你不是想跑吗？你想来回去看世界吗？现在不让你看了。而且根据现在的新规，据说是9月份实行，现在已经开始提前操作了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有些人实际上已经得了上峰的许可提前来吧，要不然人就有可能跑掉。在这儿呢，咱就来详细聊聊这件事儿，为什么这种病态的做法要干起来。你首先老习为了明年的连任，他需要一个氛围，就是我是你们唯一的光辉伟大正确的领袖，其他人都不行。但是如果说这些出国的人，他出去以后看到的东西，包括媒体上的一些东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。你经济搞得一塌糊涂，失业率几千人，现在据说跑这个外卖的很多时候都已经是残疾人了。你看有些这个照片看着特别让人心酸，拄着拐杖送外卖，不送外卖明天的饭在哪儿都不清楚。你说你把经济和民生搞成这个球样了，你还怎么能够有脸连任呢？所以说不能让这些人再出去看了。他通过什么来宣传呢？说美国斩沙县要么呢欧洲烧不上暖气，韩国买不起西瓜，那日本呢吃不起蔬菜。这样你失业的时候，好歹你明天还能捡点垃圾卖点瓶子吧。所以说管控舆论是他连任的必须要做的事儿。你这个舆论必须是一种声音不允许到外面再乱看了。回来以后你一定会乱说，那乱说的结果，那爷的这个连任的事儿不就被泡汤了吗？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，实际上这些倒查呢，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是祸端的开始。刚才咱们讲的，你机关事业单位护照收上去之后你再也拿不到了，也可能是半年，也有可能是3年，这个是没准的。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，他不一定收你的护照，但是开始查你的海外关系。实际上在河南和湖北这些内陆有些省份，开始居委会大妈开始登记，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，你过去多少年有出入境记录，你去过什么地方，有什么亲戚，有什么朋友，七大姑八大姨，有专门的表格你要填。你填完了，你以为仅仅是他统计吗？不是，这实际上是要预备2手。一个那就是有海外关系的人会成为重点的标注对象，那结果你就不能再乱走乱动乱说了。你因为这帮人呢，他只要见了外面的世界，有可能发朋友圈吧有可能会表达现有生活的不满嘛，你就会成为重点监督的人了。还有一个是非常损的，你这些数据极有可能会共享给当地的税务系统和工商系统。干嘛呢？既然出国记录能倒查10年，那你的税它能倒查20年，社保呢也能倒查20年。你看现在的各地财政入不敷出，你看那个地也卖不出去，税也收不上来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只有竭泽而渔了。既然辖区内那些穷的叮当响的没什么油水可榨了，那你只能榨富人呢。富人的标准不是说他开个奔驰住个小别墅，
他这个东西可能是贷款买的，但是有钱出国旅行，那是真有钱。那这么说吧，欧洲怎么着也得个2-3万吧，英国去一趟也得2-3万，美国那也得几万块钱。能花几万块钱出去旅游的人，你榨出个10万8万的不是问题啊。所以说这些出境记录一定会招来查税这招，而且倒查10年啊，可能那房子就得卖，那车就得卖，要不然你堵不上这个大窟窿。你看，无论是普通人、机关干部还是企业主啊，他都会面临这个倒查的问题。这实际上是中共历史上经常干的一招，就是用最损的人掌握权力。这帮人呢，通常是没有底线的话，而且出手啊特别狠辣，专门呢把那些富人拿出来，大概能占到5%吧，然后用5%的流氓去对付，剩下的那80%-90%的人干嘛呢？那个叫无效的大多数。他也知道这样不对，你欺负老实人太狠了，把富人都弄得太狠了，那我们会失业的。他不管，他关注的是短期我有一波钱上来了，这帮公务员的薪水啊，我下个月能发出去了，他要的就是这个。大家记得在历史上啊，那个大土豪分田地，真正的农民参与的是极少的，那就大土豪的大多数是什么呀？负债者啊，就是盲流子、流氓，有过什么犯罪记录的人，这帮人在老毛的笔记中啊，被称为这个革命最坚决者，而且必须用这些流氓。那时候有一些这个党内的同志说，这些人底子太潮了，不能加入进来。哎，这样的话影响着共产党的形象。老毛不这么认为，他就觉得必须用这种人啊，你秀才造反这3年不成啊，只有这些打砸抢分子啊，曾经干过坏事的，你让去这个抢钱，他才能成为真正的打手和士兵。所以说，你看现在还不是这样吗？在疫情期间啊，你很多富人家里边的字画、什么古玩偷了、丢了啊，包括很多这房子里边的东西啊都拿走了。这玩意儿谁干的？不是80%和90%的普通民众干的，就是那5%的打砸抢分子啊，没什么道德底线的。而真正啊紧急状态下，中共就习惯于用这些人。现在又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了。以扫黑除恶的名义啊，真正要打击的恰恰是这些有点积蓄的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再一次打土豪分田地。那些在疫情期间把农药喷洒在这个人家房间里那些嘎达子们啊，那些人渣分子，现在啊又闻风而动了。只要他们带上一个小红胳膊箍，他就认为自己是体制的一分子，他就开始那些老是有点积蓄的人啊，再一次打土豪分田地。中国的事儿啥时候能够改变呢？恐怕很难。文化毕竟在这儿呢啊，这可能是一个3五时间漫长的过程吧。如果您对这件事儿有自己的观点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明天再会。